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继赵丽颖、杨蓉之后，谭松韵演了一出国秀，离开了圈子。2022年的影视剧市场将出现大量危险的省级剧集。从赵丽颖主演的《满族万家》到杨蓉主演的《大山小姑娘》，显然这两者是可以同时沟通的。随着这类题材的省剧出现，土生土长的乡土题材突然发生了变化。该剧的编排之前最受欢迎的是赵家班的国情和刘老根系列，然而不可否认，他们是建立在讽刺之上的。但是从2年多的时间开始，尽管主要主题有所扩展，但他们在技巧性方面也同步了，明显更好，更明智。比如2021年大名鼎鼎的《山海情》，同样也有越来越多的知名青年艺人出现在此类剧集中。尤其是今年赵丽颖主演的《欢乐万家》受到知名艺人的影响，更是登上了热播榜的最高点，开辟了省区。另一部分主题展示到了杨蓉主演的《山中小姑娘》，豆瓣评分一路攀升，终于到了 9.3 分，跑赢了《山海情》，成为了第一话的节目。2022年交换分数，一个是最广为人知的，另一个是口头上的主要。基础艺人都是80后艺人，他们稍微成熟一些，并具有特定的表演能力，挑战向前飞跃的保证和确定性。显然，两部剧虽然比较有特色，但还是有相似之处，都是现实题材，尤其是山中少女改编自真实场景，黄文秀担任第一书记，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城镇为根本线，广泛呈现2年内如何带领不幸家庭脱困的接触技术，解困之举格外触动，甚至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。还有万家的满族，以和幸福的自我意识为主线，在从乡村到都市再到乡村的道路上，历经艰辛和激动人心的弯道，他终于化身万家庄的掌门人，带领居民们开始讲述通往繁荣之路的故事。两部剧中男主都动人，配角的强悍也同样令人惊叹，塑造了令人惊艳、清晰、懂事的角色。显然他们是激动人心的、接触的和温暖的。然而现在正在传播我们的10年单元节目《你的心在哪里》单元是一部乡村戏剧，90后艺人谭松韵担任主角，李心瑶的刻画也对大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印象中热出圈心往何处去单元讲述了年轻的农村制片人李心瑶、牙新伟、陈楚江放弃大城市的生活，掌握了老街区建设的大棒，回到了原野的故事，开始了另一种职业，并制造了一个可爱的老街区故事。虽然只有短短的4集，但艺人的表演精彩纷呈，台词动人励志，尤其是谭松韵饰演的李心瑶，这个角色同样具有特定程度的信息和文化铁饭碗，然而始终需要改变家境，让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，所以他投降创业。但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被父亲说服了，回到从前邻居帮他修炼。从一开始他一般都是拒绝的，拒绝并不代表他鄙视野外和修炼，但他之前是有态度的。不管怎样，回到老小区，他看到老爸一直在苦苦修炼，也看到老小区的风云变幻，重新坐上马鞍。虽然在乡下做生意一开始很麻烦，但幸运的是他逐渐成长起来。最后他们与其他年轻的牧场主和创客们一起回到老街区创业，开始了标志性的园艺，创造了一个优越的小镇，同时也了解了自己的小镇理想，但还可以帮助监护人分享大量内容。最重要的是，李心瑶这个角色和谭松韵的契合度非常高。之后就是松韵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把握得不错，尤其是和爸爸的那几场戏，是内心的较量。尴尬的情况被精确地传达出来，这使个人富有同情心，并拥有权力的力量领域。透过他的眼神，
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狞笑而又凶猛的内心状态。整个人演奏正常、清晰，受到了人群的普遍欢迎。虽然她是1990年代出生的著名女演员，但很明显，为了这个功能，她正在深入田野，学习各种形式的农家画。这让人类在演员身上看到了困难的绘画形式，现在不再真正适合摆姿势，但更适合男人或女人，塑造男人或女人。当然，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全新的农民，而且他还具有一定的品质，所以这个功能既有传统农民的朴实善良，又具有全新的农民的自制力。毫无疑问，这个功能的演员选择是成功的。当然也离不开强大的配角的配合，形成了完全默契的整体表演呈现。从赵丽颖演的何兴福，到杨蓉演的黄文秀，再到谭松韵演的李心瑶，可以说都是新农民。尽管他们的情况不同，但他们可以毫无例外地保留，以传统农民的利益，将现代农民的利益提前传递，引领街上更多的人类走向繁荣，谱写新时代乡村建设的赞歌。02，王一博头上长花的照片让人笑了，又推出了全新的画作，说不定还和女星合作呢。娱乐圈里有不少正经的男明星，一心投身演艺事业，王一博当然是其中之一。他在1年内正式推出了4部作品，似乎是大规模制造的作品，以及演员梁朝伟、黄渤等人的合作。而他的多部作品，再加上他成熟的男人或女人，他已经通过许多人的方式得到了赞扬。如此之多，以至于所有人都几乎忘记了，他真的只是一个20多岁的阳光男孩，变成了与植物生活相得益彰的男孩形式。众所周知，王一博作为队长参与了《这就是嘻哈舞》的录制，也给节目带来了过高的口碑。全新一期节目中，王一博等人一起外出露营玩耍，在一个场景中，王一博变成了坐在凳子上，他的身后放着一个花瓶。王一博挡住了花瓶，他的头上好像生了植物一样，再加上他抿唇的动作，简直萌到爆炸。看到这一幕，网友们都笑了，称他为可爱的长花童。也有网友称赞他是个长得像花的帅小伙，而花上的小伙子真是一把锤子。谁不喜欢这种类型的10几岁的男孩？喜欢他的人更多，显然还有比他更大的瓜。这不是他在互联网上展开的一个全新的瓜。网上有消息称，由曹保平执导的电影《最好的你和最坏的我》将于12月上映，由王一博、惠英红、廖凡和年轻演员王圣迪主演。每个人都需要非常好的认识曹保平，他是一位著名的导演。他之前拍摄的《燃烧的太阳》和《追击者》都取得了出色的收视率。至于主演功能，惠英红就不用多说了，她堪称古装戏骨，保有诸多王后宝座，演技不言而喻。廖凡同样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演员，曾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，作品多部一流。小演员王圣帝不细看年纪，演过不少作品，如《隐秘的角落》、《刺杀小说家》、《白船》等。再加上王一博，真是古色古香。中4代更年轻的演员之间的联动，在现实中是不可思议的。现在可以在 Internet 上发现文件种类。这部剧特别讲述了一个怀揣音乐梦想的年轻人误入歧途的故事。在人贩子的勾结下，他打算骗出山里的小女人，然后运到上海进行交易。这也是他的第一次交付，也将是他的觉醒之旅。与这个主题有关的作品当然很新颖，很佩服王一博能不能演绎出那种走错地方的感觉。当然，他是否会出现在节目中还不得而知，网友的批评也是非官方的。不过我们还是抱着吃瓜的心态，现在不信瓜了，等着正版公布更换。我同意，不管画的是什么，只要离王一博远一点，爱好者都会喜欢的。那就一起熬夜看他的画吧。